風水輪流轉，現在不會中文在國外的 AI 大廠混不下去了。最近有 Mate 員工在線吐槽，堪稱職場版我是誰我在哪兒。本來在 AI 項目組勤勤懇懇幹活，結果發現一個扎心事實，想融進核心圈子，中文居然成了硬通貨。說出來你可能都不信，團隊裡大半核心骨幹都是華人，開會時還能規規矩矩說英語走流程，可一到私下交流技術，立馬無縫切換純中文模式。這個模型得調參，算力不夠得擴容，幾句行話甩出來，不懂中文的同事直接原地蒙圈，連插句話的機會都沒有，只覺得自己被結結實實排斥在外。這波操作直接給人整好奇了，好好的硅谷怎麼就成中國人的主場了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今年夏天，美國科技大廠 Mate 搶人大戰震撼整個 AI 圈，就連留子圈都感嘆華人留子現在成香饽饽了。起因是 Mate 在短短1周內挖走了 OpenAI 至少8位核心研究人員，涵蓋多模態、強化學習、人類反饋訓練等關鍵方向。網傳 Mate 為一人開出1億美元的天價簽約費，並配套股權與年度激勵計劃，而此人正是一名華人。同時 Mate 對外公布的超級智能團隊是11位頂尖 AI 研究者和工程師組成的全明星戰隊。這份名單一經曝光，立刻在科技界引發熱議。11位成員中有7位是中國留學生。獵豹 CEO 傅盛在前段時間在硅谷參會時就聽聞了一個更扎心的奇聞，一位深耕 AI 領域10年的美國老工程師愣是給扎克伯格寫了封投訴信，核心訴求就一個，能不能讓華人同事下班別再說中文了。信裡詳細描述了自己的職場焦慮，每次技術攻關到關鍵節點，華人同事們就扎堆用中文交流，一句這個算力不夠得擴容，那個樣本級有偏差，聽得他雲裡霧裡，等人家聊完拿出方案，自己連前因後果都沒搞懂。傅盛對此感慨萬千，翻出了自己20年前在硅谷打拼的老照片。那時候華人員工比現在還多，但誰不是把梯度下降、反向傳播這些專業詞彙翻來覆去練發音？有同事為了開會不鬧笑話，還專門花幾千美元請外教補專業英語，就怕說錯一個詞被邊緣化。現在倒好，輪到美國人偷偷背中文技術術語了，這風水輪流轉的也太快了。其實華人佔領硅谷這件事兒，社交平台上的討論早就炸開鍋了。有在硅谷工作的華人曬出聊天記錄，部門群裡一半是中文表情包，技術文檔裡夾雜着煉丹、踩坑、調參這種中式黑話。新入職的美國同事專門建了個 Excel 記中文術語，比我們當年背 GRE 還認真。還有人分享搞笑經歷，上次帶美國實習生做項目，我隨口說這個模型有點飄，得壓一壓。他愣了半天問我要找個重物壓電腦嗎？差點笑噴。美國網友的反應更是五味雜陳，有人在 Reddit 上無奈吐槽，我申請 Mate AI 崗位時 HR 問我中文流利嗎？我以為是加分項，沒想到是必選項。還有人現身說法，在谷歌 Gemini 團隊，核心推理框架是2位中國博士帶隊搞的，每周技術分享會都有中文術語解讀環節，現在我的中文水平夠去北京三里屯砍價了。美國保爾森基金會的數據也給出了最真實的佐證。2019年，美國頂尖 AI 人才中，中國大學畢業的佔比僅 27%， 到2022年，這個數字飆升至 38%， 第一次超過美國本土大學的 37%。這2年差距還在拉大。英偉達 CEO 黃仁勳更直言不諱，全球 50% 的 AI 研究員都來自中國。從 AI 教母李飛飛掌舵斯坦福 AI 實驗室，到 OpenAI 高級研究副總裁陳信漢把控技術方向，再到谷歌 Gemini 核心框架由中國博士帶隊研發，華人早已從技術執行者變成了戰略決策者。但當我們為中文在硅谷扬眉吐氣喝彩時，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如鯁在喉：為什麼這些頂尖的中國 AI 人才偏偏要扎堆硅谷？今年 Mate 挖走的4位華人天才，清華趙勝佳、中科大余家輝、
浙大畢樹超、北大任宏宇，全是國內頂尖學府培養的天之驕子，卻成了美國科研巨頭的核心戰力。這場看似人才流動的背後，是一場沒有硝煙的人才劫掠戰，更是對中國人才留存體系的靈魂拷問。其實，美國對中國 AI 人才的渴求早已擺上國家戰略層面。今年1月，美國智庫 CSIS 在國會聽證會上公然鼓吹去中國偷工程師。五角大樓的報告更是酸溜溜地指出，中國 AI 工程師總量是美國的2.3倍，必須搶到他們。扎克伯格的動作更直接，斥資650億美元打造超級智能實驗室，親自發郵件招募人才，開出的1億美元簽約獎金加股權加年度激勵組合拳堪稱降維打擊。但比金幣炮彈更致命的是硅谷數十年積累的科研生態。一位從清華畢業現任職於 Mate 的研究員在匿名訪談中透露，國內頂尖科學家年薪幾百萬人民幣已是天花板，這裡光是簽約費就夠在硅谷買2棟豪宅。但真正吸引我的不是錢，是科研自由度。在國內申請1000卡算力要寫3萬字申請報告，等3個月審批。在這裡，我早上提需求，下午算力權限就下來了，老闆只問你想解決什麼問題，從不問過程。這種讓科研回歸科研的生態，正是硅谷的核心魅力。從晶體管發明到互聯網崛起，從 ChatGPT 橫空出世到通用人工智能攻關，硅谷形成了頂尖人才加充足資金加完善轉化機制的閉環。這裡有全球最密集的頂尖實驗室。Mate 谷歌的設備永遠是最新款，有最活躍的技術交流氛圍，喝咖啡時鄰座可能就是諾獎得主，更有最成熟的商業化路徑，再天馬行空的想法都能快速找到資本落地。正如網友所言，硅谷不是完美的，但它給了科研人員最想要的東西，不被打擾的專注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硅谷的人才虹吸效應已形成良性循環，李飛飞、陳信漢等華人領軍者會通過自己的人脈和資源吸引學弟學妹、同行夥伴加入。Mate 超級智能實驗室就是個典型例子。首任首席 AI 官 Alexander Wang 是華人，他牽頭挖來了畢樹超、趙勝佳等核心成員也都是華人。清華、浙大校友互相推薦，形成了引進一個帶動一批的格局。再加上華人資本的加持，深耕硅谷的投資公司中，華人高管占比越來越高，他們更願意投資有華人成員的團隊，進一步加速了漢化趨勢。反觀國內，不是沒有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，華為天才少年計劃開出100萬年薪，商湯科技砸錢建全球最大 AI 算力中心，政府也推出住房補貼、子女教育等引鳳回巢政策，但這些努力似乎總隔着一層玻璃天花板。一位回流的 AI 學者在知乎上吐槽，回來後最大的困擾不是薪水，是被行政事務綁架。我80%的時間都在填報表、寫匯報、參加無關的會議，想申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的差旅費，要跑5個部門簽字。在硅谷時，我1年發8篇頂會論文，回來後1年只發了2篇，不是能力下降，是根本沒精力搞研究。小編覺得，國內人才留存的痛點本質上是生態短板，而非待遇問題。第一，科研評價體系仍有偏差，重論文、輕實踐、重數量、輕質量的傾向未完全改變，部分研究員為評職稱不得不湊論文數。其二，行政干預過多，層層審批，報表冗餘，消耗了科研人員大量精力。有網友調侃，國內科學家1半時間搞研究，1半時間當表格表姐。其三，數據開放不足，很多寶貴的行業數據被鎖在抽屜裡，導致研究難以落地。更揪心的是，美國的人才劫掠還在升級，除了高薪挖人，美國還通過綠卡加急、科研簽證綠色通道等政策吸引中國人才，而國內的人才流失已顯現連鎖反應。不僅頂尖研究員被挖走，一些嶄露頭角的年輕學者也紛紛選擇出國深造後留在硅谷。新華網數據顯示，2025年上半年海外回流 AI 人才增長27%，但對比流失數量仍是入不敷出。不過值得欣慰的是，中國企業已經開始正視這個問題，比如華為近期就宣布將砍掉不必要的行政流程，科學家可自主決定研究方向。深圳則推出了科研經費包干制，給研究員更大的資金支配權。政府層面也在推動數据要素市場化，讓更多寶藏數据走出抽屜。最後，小編想說，這場人才戰爭其實比芯片戰更殘酷，比貿易戰更長遠。未來的 AI 帝國版圖不是用金錢繪制的，而是用人才書寫的。中國若想在這場世紀競逐中領跑，
光會培養人才遠遠不夠，更要學會滋養人才，成就人才。畢竟今天被挖走4個頂尖人才，明天可能流失40個、400個苗子，這個代價我們付不起，更不能付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